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密。觀眾朋友，新年好！今天過年的特別節目，我們聊點開心的，特別請到我們的專家，星座塔羅專家小孟老師。祝大家馬年都可以踏馬尋錢，搶錢搶到爆！好，還有資深媒體人彭華干哥。思密好，大家新年快樂，馬到成功。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因為新年，我們今天難得不要這麼的嚴肅了，來聊聊一些國際的議題跟開運有關係的，特別要關注到2026年，我們講了一整年，講美國，講了中國大陸，講了俄羅斯，今天來講一下他們的國運在2026年到底會怎麼樣來做發展呢？另外，我們今天也會關注到我們這一年關注了很久的習近平主席到川普跟普丁他們今年的整體的運勢跟他們如何決定這一整年的國家計劃，都來一起的做深入的分析。好，今天呢，我們來特別看到的是，因為我們常常聊这個國際政治嘛，但是呢，今天從不同的面向來聊聊運勢好了。當中放眼國際，今天最關注的3個人，趕快先來看到，他們呢其實出生的年沒有差太多，都是70幾歲。那麼星座的部分來看到是習近平主席是雙子座，跟川普是一模一樣的。那麼普丁是天秤座，不是，他們3個人頭一直搖，害我一直不小心笑出來。好，那另外一方面呢，還有這個生肖生肖是3個人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節目一開始，我們來特別請教小孟老師怎麼看就是這3個人在今年的整體運勢。另外呢，從星座啊，剛剛講的星座還有生肖，來看看他們今年在整體的決策上面出手力道會有什麼樣的不一樣。是的，我們首先先来看到就是習近平，他是屬蛇，那蛇呢在馬年裡面有沒有？因為馬是会跑的動物，所以蛇会比較就是爬行，比較攀爬，所以今年在馬年它不会有什麼太大的突破，它可能會慢慢的就是會靜觀一下，它會待在它自己的崗位，而且它會伺機而動因為蛇會突然之間它就會就是會看你在城府的時候，或者是往下滑的時候，它會咬你一口。那特別要注意的是，就是因為習近平是雙子座，是風象星座，今年在上半年的時候運勢還不錯，但是到了下半年的時候，他如果一看到就是矛頭不對，譬如說就是川普他也是雙子座是就是對，一模一樣，沒有錯。然後特別要注意的是，因為川普他是屬狗，然後狗是会吠叫的，而且它是奔跑的动物，然後马年马也是奔跑的，所以說他在今年川普会特別的亮眼，他變成就是他的舞台魅力又會更強，但是習近平會在旁邊慢慢的觀看屬狗的這個川普在做些什麼，這是要特別注意。在我來看，就是2027就是羊年，羊也是奔跑的動物，所以習近平屬蛇，他還是會觀看。所以很多人都會說，到底2027就是中共會不會攻打台灣？在我來看，沒有看見呢。那2028是猴子年然後猴子也會爬樹所以猴子它在爬的時候，就是它也會甩開，就是一些動物啦，比如說像會甩開屬蛇、甩開屬狗的。但是2029年我覺得比較重要。我覺得2029是雞年，然後蛇會去吃雞。然後9又是中國人說的，就是人家說逢九不好，所以依我來看，我覺得習近平會有動作，可能會在2029。然後馬要特別注意，中國或者是華人社會，就是在馬的時候會比較容易會有政局不穩的現象。馬年，所以我特別要提醒一下，就是說，習近平要特別注意他身邊的親信，有可能會遇到一些小人，或者是說他比較重要的人。有可能會把一些消息泄露出去給外面的人。那川普因為他屬狗又雙子座，所以在今年的話，2026年對他的選情，就是上半年還不錯，下半年可能會往下滑。為什麼會這麼說？因為他現在不是有在做一些就是關稅，然後感覺世界聚焦在他身上，但是他的人際宮我來看有下滑的跡象，所以有一些民主夥伴或者是同伴同夥，可能會感覺就是我跟你很好，結果我還要付出那麼多的東西。是，還有一些像當地的，像美國當地的居民，如果你沒有購買股票或者是股市的人，你沒有辦法吃到紅利你没有办法吃到紅利，你就會感覺說我很像也沒有特別有
感覺到我有賺到很多錢，反而是通膨了。對，這是消費力就會往下掉。所以我是覺得他在11月這個期中選舉，他會蠻辛苦的。那2028，這跟2027是羊年跟猴子年，是，所以說羊年就是屬狗的川普還可以備駕嘛，因為狗跟羊都是奔跑的。但是2028猴子年的時候，我覺得川普有可能。它會整個運勢會急劇的往下跌落，要到就是2029，就是雞年的時候，它又會再出現。是，那我們特別來看普丁，普丁是天秤座，對，是，然後他的生肖屬龍，龍是飛龍在天嘛，然後今年是馬年嘛，龍可以飛得很高的看馬在奔跑，所以。普丁不用做什麼，什麼事都不用做哦，他就可以不勞而獲好，所以他就靜靜的看，就是美國的川普還有習近平的動作。是，那特別要注意的是，天秤座今年的上半年木星進入到事業宮位，所以他事業宮會非常的亮眼。下半年整個他的人際關係也會很好。好，那我們就是台灣的領導人也是天秤座，是，所以以這個我觀察。就我的看法就是總結，今年的普丁不用做什麼，就是川普都會幫他把很多東西都帶回來。還有這是澤倫斯基，有可能他搞了半天，他最終啦，他還是得割讓一些東西。是，然後習近平就是他在今年他不會有什麼動作，他會以退為進，在看世界整個變化，然後要小心他周圍的一些身邊的人。好，所以是。今年在我來看，運勢最好的還是川普，然後第2名是普丁，第3名是習近平。好，所以看起來今年2026年最亮眼的，還是新聞熱搜話題的，還會是在川普身上。特別的，昶孟老師剛剛幫我們提到很有趣哦，就是關稅戰還是會成為主軸，然後許多的盟友可能會加劇對他的不滿嘛。等一下請乾哥幫我們看，然後再來就是說講到這個習近平，剛剛昶孟老師剛好也講到說，會不會因為蛇嘛星座，他可能周邊的人會出現一些對他的不信任感，或者是对他內鬥。剛好最近我們又談到了這個張幼霞案等等，因為我覺得這些好像都跟這個國際時事是完全有所關聯的。幹哥又怎麼看這3個人？因為《紐約時報》最新的分析也說，川普在今年的構想還有未來的構想是美中俄3分天下，重回19世紀所謂帝國的這個統治模式。今年美中俄，幹哥又怎麼看？當然，其實2026年等於是新的一個叫什麼？你知道，就是一個冷和平的年。什麼叫冷和平呢？也就是說，其實大家都在不要打了，對不对？雖然說現在世界上還是有些衝突，但你可以看到，就是說在最近這一陣子，美國雖然聲稱要對伊朗動武，但是始終沒有很決定性的這個行為。那其實也一直在說2027，那會不會武力攻台呢？其實說一句實在話，習近平最近因為他整肅他的軍事委員會。所以我覺得在這一段時間裡面也不太可能，那所以大家就會發現說，那就像昶孟老師剛剛講的，那有一個人他就會不勞而獲啊，他的確他坐在那邊，他就可以等着收穫，那個人叫普丁啊。我們其實回溯來看哈，以前也就是說在門羅主義之後那個時代，1823年美國的那個國策是說，我們盡量能夠向外擴張就擴張。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援助我們附近的小國，比如說委內瑞拉、多米尼加啊，我們就幫助他。可是過了100多年之後，川普上來就不是這個樣子了。你在我的後院，或是你在我的前院，你要聽我的。其實普丁也是一樣啊，不然的話他為什麼要打烏克蘭？啊，就是你在我的前院，你不是在我的後院，你在我的門前。你要當我的看門狗，你怎麼可以去跟北約組織眉來眼去呢？所以你就會發現說，好，那今天普丁他今天都坐在一個以逸待勞的位置上面，也就是說，看了來，川普，你不是一直在斡旋嗎？看你要提出什麼樣的條件，這就牽涉到大國之間的博弈，已經到了一個階段，就是說，我們必須雙方。都替自己的利益考量，也就是說各懷鬼胎。要美國自己本身要想說，我能夠得到什麼好處，要有一個前提。我已經花了3兆美元在這場戰事裡面，那換我要來收割了吧？都不讓我收割啊，怎麼可以呢？
這樣子的話，我當這個美國總統有什麼意思呢？所以這一場戰爭必須停止，必須終止，這樣才符合不僅僅是美國的利益，也是我的利益。我要不要再去選呢？我要不要在這個接下來突破美國憲法的傳統，再選下一屆的總統呢？不是沒有可能哦。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那我必須把這場戰爭終止掉。回頭我就要跟烏克蘭要求美國人應該拿回來的權益，因為歐洲聯盟邦不可治嘛，你沒有辦法依靠他們嘛，所以由我川普來下決心。所以現在你就看到說，普丁就等待着啊，川普你到底要用什麼方法，能夠真正的讓他割地啊，割烏東4州，一定要給我。這個是我們講好的，沒有什麼好說的。然後呢，克里米亞本來就是我的，所以說烏克蘭這件事情差不多可以了結了。所以你就會想到說，這兩個大國之間，他們必須替自己的利益着想的情況之下，他慢慢的，他必須要說，哎，我們現在冷和平的哈，就私底下哈，我們都要來談。但是呢，那世界局勢是不是由我們像這樣子的超級大國來決定？是，完全正確。但不要忽略了，有一頭睡醒的獅子，他正在看這兩個大國怎麼樣互相的角力。那個人叫做習近平。對，你等着看他跳起来。对，好，所以我們看到美中俄三國的角力，那也想要因為過年期間嘛，問老師一個比較輕鬆一點的問題，製作人也想知道，可能他也想買樂透，就是說，如果說川普、普丁跟習近平3個人，他們去買這種刮刮樂啊或者樂透，誰會運氣比較好？真的是川普嗎？因為他今年最亮眼嘛。是以這個來看的話，應該是天秤座的普丁。對，這反而是倒過來哦。好，為什麼？真的，為什麼會這麼說？因為天秤座他今年的偏財宮，他還是有亮眼。是，但是雙子座有沒有？他如果今年要有這種很大的這個強運啊，是他必須要靠他的伴侶。是，好，就是如果靠他自己可能會比較難。是，所以以我來看是天秤座那個普丁，趕快去買樂透，而且就是他就是會什麼都不用做就有，天降橫財是，但是不過我這整個剛剛那3位我再做一個就是小小的補充，就是川普有一天一定會發現說他忙碌了一場有沒有？對，結果到了2029年之後，反而是習近平又突然之間他又起來，是，比如說他現在不是都關稅啦，要把美股用得很好，然後打通了很多的關係，結果2029的時候，當美國勢力比較消退的時候，很多東西又會反過來哦。所以我是覺得說，怕現在是擔心就是川普白忙一場，是，而且他現在被很多他們自己的國民認為說他是民主的獨裁者，就是所以大家的那個民心有沒有？就是也會慢慢的有點轉變。好，在於因為雙子座他在做事情，他本來就會比較狠，是，所以大家不要看說天秤座做事比較狠哦，其實雙子有時候他會有理性跟軟的，他軟硬他都會來，是，所以他才會登峰造極，是。那但是老師也有準備好，就是說，在2026年的時候，有沒有哪一些星座需要去注意的？是。好，那個我們這一節先聊到這裡，等一下下一節回來，我們持續來講說，2026年哪些星座運勢，我們持續的來做展望。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